来给你们看看，上海已经空城了啊！大白天5点钟都没有人，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骑自行车。我平时是不敢骑自行车的，为什么？上海人太多了，真的恐怖。来给你们看看这个，电瓶车也没有了。天呐，这条路基本上就空了，你们相信吗？这是上海。常年往返于中美之间的自媒体人梅大师，今年1、2月因工作原因，在上海、北京和山东济南停留了一段时间。他说，走在上海街头，无论是去餐馆吃碗面，还是到超市买点东西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人少得惊人。济南的街头同样冷清，比如上海浙江路桥、福建路桥一带，离南京路步行街步行不到10分钟。原本是老城区的繁华地段，如今却有大片房屋空置，许多原住民已经搬离。你们看看我们上海市啊，金山区一到过年啊，街上的店基本上关光，整个街上啊没几个人在走路的，车子也没有的。你们那边是怎么样？你们看连这边旁边啊那个零食卖零食的应该过年也开的啊，连这种卖零食的都关掉了呢，这个好想来，什么咖啡店、盒马全关了，剩下的无非就是1、2家自己的这种奶茶店还有水果店开的，其他的店基本上没有的。你看街上车子有的，人没有的，奇怪吧？来买年货了，还有点尴尬啊！现在5点半，怎么3亩人都没有的了？不是应该很热闹吗？一个人都没有，什么情况？真没人啊！菲菲今天来到了上海浦东，乃至上海全球吧最大的一家山姆超市，结果真的没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谁能告诉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吗？今天还真的没人。现在消费降级都这样了吗？过年大家都不买点年货了吗？我记得2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兼职1个月都能拿到6到7千，反而毕业之后这个工资还降了很多，我无法接受。工资降就不说了，最重要的是工作量还是以前的2到3倍，毕竟是吃惯了细糠的人，导致我的心理极度的不平衡。上海当下普通人的平均工资，税前也就7000多，税后也就5000多，因为上海的社保基数是全国最高的，所以年后想来上海找工作的家人们一定要考虑好了再来。虽然现在上海的物价低，环境也特别的好，特别的干净，但是的话，这个工作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每年都有很多大学生怀着一腔热血想去大城市打拼，闯出一份事业，到头来灰溜溜的跑路了。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博主提醒那些从未在大城市打过工的朋友们，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。过去大家常说1线城市月薪过万并不难，那确实是真的，但那是以前的情况，如今已经非常困难。现在除非你经验特别丰富，而且你的岗位具有不可替代性，别人做不了，你才有可能拿到1万以上的工资。可即便拿到了，老板也会想方设法压榨你。你要不干，很多人愿意干，老板根本不缺人。魔都经济竟然这样了！周末去逛 IFC 国金商场，真的被震惊到了。周六下午2、3点钟，商场1层竟然没什么人。以前周末根本不敢逛国金，因为每个店都排长龙。现在连排队常青藤、爱马仕门口都没有一个人。看看地下1层的化妆品专柜，也基本上只有店员。我最喜欢的法式小酒馆也关门了，他家的舒芙蕾超好吃，就在苹果店门口，可惜了这地理位置。在宝山的一个商场，看这个外立面还行吧，这后面你看停了很多车，看生意还不错。但是你看这一边，这是刚才那一边，这个和这边全部关门了。这个地方是个别墅区，那个地方是个高层，高层前面也是个别墅区，生意太差了。自媒体人梅大师最近从美国回到中国，
他发现大陆的物价便宜的让人难以置信。他举例说，在上海一家5星级凯悦酒店吃自助餐，2个人只要136元，折合每人68元。在济南一家高档粤菜馆吃早茶，9.9元就能点满一桌小吃，茶水也包含在内。在喜来登酒店大堂吧，38元就能点一杯咖啡加甜点，可以坐1个下午。他说，对长期生活在欧美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价格便宜到会让人怀疑品质。他分析背后的原因是过度竞争导致的价格不断下探，消费者已经习惯了5星级也要低价，否则就不消费。商家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源，只能一降再降，但价格压到极限后，企业利润被挤压，只能减少投资，甚至不得不裁员。外地人千万不要留在上海，这就是我留在上海的下场。我是87年出生的，今年算了一下38周岁。我也开过公司，做过老板，现在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烧烤店老板，每天变着法子想要做生意，因为每个月的工资啊、房贷各种开支压得喘不过来气儿。2007年我是带着200块钱来的上海创业，因为那时候我听说上海到处是黄金嘛，直到来了上海之后，睡了几天的桥洞，啃了几天的馒头才挺过来。博主说自己以前摆过摊，卖过书，也做过直销，各种工作都尝试过。他在2014年7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那时候事业发展的相当顺利，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。然而2020年的疫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公司最终倒闭。更糟的是，前几年他在股市里又亏掉了100-200万。如今他转行做餐饮，但始终没赚到什么钱。他感叹，在上海生活真的不容易。上海，你看这个还没过年呢，还有7-8天，街上已经没啥人了。都说上海人口少了，但是你说官方统计还是2400万，没少呀，人都跑哪去了？我住在古北啊，这2天看到黄金城道步行街的这个 Costa 咖啡店关门了，蛮感慨的。其实作为古北核心的一条街啊，黄金城道咖啡店不少的，一个老牌咖啡店会突然倒闭，确实让人蛮意外的。不过仔细想想也是情理之中，黄金城道的消费力啊和人流量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，除了银杏业掉落的2-3周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剩下的老住户呢，遛狗的比上班的多，也没什么人去消费了。博主说，20年前的黄金城道曾是上海中产的聚集区，外企白领大多住在这里，周边有国际学校，还有不少高档日料店和西餐厅。可如今呢，外企大规模撤离了，不少富裕家庭也选择了移民。至于 Costa 为什么会倒闭，原因很简单，这条街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咖啡店了。经济好的时候，40块钱一杯的咖啡想买就买，但现在大家都会犹豫一下，真要喝的话，不如买一杯瑞幸咖啡，价格还便宜1半多。30岁沪漂未婚未育，被裁后找不到工作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在年龄和未婚未育上。过完元宵开始，我就一直在投简历，基本上要了我的简历和作品集就没有任何反馈了。我姐妹已婚已育，她说也是这样，就业环境是真差呀，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可能只能寄希望在摆摊上面了。但是上海抓的好像又很严，真的是救大命了，没有活路了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上海的薪资很低很低啊？今天上午我见了一家我们长期合作的外企，他是给世界500强代工的。他说他前2天安排了他们人事去招1个结构设计师，然后经验不要太丰富嘛，薪资的话让人事那边就是15000去招结构设计师。结果呢，那边的人事就是发了一个招聘的需求，说1个下午，然后有20几份结构设计师投简历。这个老板一想，不可思议，这么多啊！博主说，那位老板立刻让人事部门把招聘薪资调到8000元左右。调整之后，依然有不少人前来应聘。没过几天，就招到了一位不错的设计师。博主感叹，短短2-3年间，上海的工资水平就这样大幅下滑，几乎减半。他还提到，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原本在上海的外企工作，职位是总监或高级工程师，年薪动辄60万、80万，如今大多数人都被裁掉了。刚被裁时，因为拿到高额赔偿金，大家还觉得挺高兴，
但很快就发现很难找到工作，有些甚至不得不去跑外卖。每年过年，上海就成了一座空城啊！现在行人特别少，车子也特别少，大家什么时候返程啊？由于短期找不到工作，在出租屋躺了3-4个月，躺得腰酸背痛，一个人也不知去哪里玩。于是我决定收拾东西，提前回家过年。买了下午的高铁票，从我这里到上海虹桥站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差点赶不上。外面千好万好都不如家好，回家至少饿不了，睡醒就能吃。虽然房租每月还在交，但没办法，明年还要去上海当牛马。坐了3个多小时高铁，然后直接坐地铁到家。回来我妈已经在做饭了，做了红烧羊排，还买了我爱吃的米线和油烫鸭。现在上海的情况真的很反常吗？它已经不是几年前认识的魔都了，而且今年各行各业都难到了骨子里，工作呢是越来越难找，薪资呀是一降再降，6000块的岗位都挤满了985和海归。以前超级热闹的中欧街夜市、商圈市集全凉了。我认识的那些在淮海路、南京路上卖衣服的小姐姐的店全倒闭了，都收拾行李回老家了。多少老板把房产、车子全抵押了，还是撑不下去，被迫关门。失业的人是一抓一大把，可每个月房租、房贷、日常开销一样都没有少。我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收入是有点误解的。我跟我朋友说，我1个月到手5-6千块钱，我朋友非常震惊。大家要明白，上海非常大，上海是有郊区的。你们认为那些高楼大厦的上海市中心，我从我现在住的这个郊区地方过去啊，任何交通工具，什么公交车加上地铁要1个半小时，但是从我现在住的地方到嘉兴开车也就1个半小时。可想而知，我待的这个郊区和上海有什么关系呢？它确实属于上海。博主说，他现在每个月到手工资大约5000元，房租1900元。因为是和别人合租，他只需要承担1半费用，大概1000元左右。吃饭的开销不到1000元，算下来还能剩3000多。他笑说自己平时吃吃喝喝，偶尔玩一玩，1个月的花销完全够用。再加上他的消费欲望不强，他每个月甚至还能攒下一点钱。上海真的没人了，地铁站都空了，商场也没人了。平时很多人排队吃饭，今天店铺基本上都是空的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随便吃点吧。不知道厨师是不是着急回家过年，今天的菜都不好吃。吃完饭来三福逛逛吧，今天三福的人也好少，都没几个人。想买个珍珠耳饰，但是没看到想要的款式。初1到初5看了5天的店，今天的感触最多。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都在问我你怎么没有回家过年？唉，真的是可悲啊！是不是我们这种人一看就像是外地？还是说在上海，在所有人的眼中，像我们开这种店的，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在开呀？上海本地人就没有做生意的吗？或者说上海本地人就没有做我们这种生意的吗？大家评论区聊一聊呗。嗨，老铁们，新年好！你看，这过好节以后啊，上海现在都没有什么人。今天已经初6了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45分。这条路是最繁华的一条路，这条路啊，平时啊车辆都是水泄不通，人来人往水泄不通的。你看现在没有车也没有人，看到没？就看这边外环啊 ，S20外环上都没什么车。如果上海没有外来务工人员，上海的现状会不会和现在的一样？兄弟们，我最近刷到上海的视频啊，说是上海现在人很少，跟几年前相比人少了很多，全都出国了，都跑出去了。实际上说这个4-5年前，好多人都已经出去了。比如说谁谁谁跑到美国了，谁谁谁到澳大利亚那边都定居了。说现在信息茧房很严重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么多人出去吗？上海这边已经成一座空城了。在上海的这个24小时的便利蜂都开不下去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实体行业越来越卷，这种门面，而且生意我看它以前一直还是很好的，忽然之间便利蜂也开不下去，居然倒掉了。那边上的这个米粉时光，其实整整开了已经前后后的时间不到3个月，中间还经历了2次装修，所以现在这个实体店到底还能不能干？大家评论区里面说一说。这个还是来吃碗面压压惊。
因为我的那个斑马茶叶店其实去年9月10号开的，反正要努力去拥抱抖音，不然真的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。加油！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